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是石油大国，为什么委内瑞拉没有像沙特一样富到流油？在全球这么多能源国中，委内瑞拉与沙特可以说代表了两个极端。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对比，更是两种地质禀赋、两种制度逻辑与两种宏观管理模式的剧烈碰撞。截至2024年，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约3031桶，超过沙特的2671桶。然而，委内瑞拉这种地质上的财富，并未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相反，还陷入了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经济崩溃，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社会契约断裂与大规模人口外流。而沙特虽然同样面临能源转型的长期焦虑，却依然维持着全球能源市场的霸主地位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经济秩序。本视频我将通过详尽的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解构委内瑞拉和沙特发展悬殊背后的深层原因，分别从地质、制度、财政管理以及地缘政治4个维度，揭示为何委内瑞拉富有却不富有。一，并非所有的石油都是黑金。公众普遍存在一种直觉误区，认为石油是一种均质化的商品，一桶油就是一桶油，其蕴含的财富价值在市场上是均等的。然而，决定委内瑞拉与沙特命运不同的第一个原因，就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的地质构造之中。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虽然在体积上占据世界第一，但在经济与物理属性上，与沙特的精制原油有着天壤之别。沙特之所以能成为石油界的中央银行，其核心优势不仅仅在于储量巨大，更在于其原油的极高品质与极低开采难度。沙特拥有巨大的陆上备泄油田，如加瓦尔油田，出产的大多是轻质地流原油。这种原油具有极佳的流动性 ，API 重度通常在30度到40度之间。在开采过程中，沙特的地质构造压力巨大，只需打一口井，原油便能像喷泉一样自然涌出，且只需简单的气液分离即可直接装船出口。其提炼过程也极为高效，能够以较低的裂解成本转化为高价值的汽油和煤油。相比之下，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虽然庞大，但其结构却极度复杂。委内瑞拉约 75% 以上的探明储量位于奥里诺克重油带，这里的原油属于超重油 ，API 重度通常在8度到10度之间，甚至更低。在常温下，这种原油的物理形态更接近于牙膏、焦油甚至沥青，它不具备自然流动性，无法像沙特原油那样通过简单的管道输送。这就导致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它严重依赖于外部稀释剂。为了让奥里诺克的重油在管道中流动，必须混入约 30% 比例的轻质原油或精炼石油产品，如石脑油等。这意味着委内瑞拉在能够出口1桶重油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石油产品的进口国。在2019年之前，委内瑞拉主要从美国进口重质石脑油作为稀释剂，这形成了一个极其脆弱的供应链闭环。委内瑞拉将重油运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专门处理重油的复杂炼油厂，卸货后，油轮装载美国的石脑油返回委内瑞拉，注入油田以维持生产。但这种方式很危险，一旦这一循环被打破，美国禁止出口稀释剂，委内瑞拉的整个生产链条就会瞬间瘫痪。油井中的重油会因为温度下降而凝固，堵塞管道，甚至导致油井报废。清理凝固的重油管道是一个极其昂贵且耗时的工程过程。相比之下，沙特的生产完全自给自足，不依赖任何外部输入的原料来维持原油的物理流动性。其实委内瑞拉也是知道自己这个弱点的，为了提升重油的价值，并摆脱对稀释剂的部分依赖，委内瑞拉在2000年代初期与外国石油巨头合资建设了4个巨大的改制器。这些设施本质上是建在油田边的预炼油厂，利用高温裂解技术将像沥青一样的重油转化为一种叫做合成原油的轻质油，以便于出口并卖出更高的价格。然而，这些改制器是技术极度复杂的化工设施，对维护的要求极高，它们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精密的催化剂和定期的停机检修。当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陷入资金困境和技术人才流失后，这些改制器成为了最大的负担，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到。所以，这种地质的差异导致了委内瑞拉和沙特在面对油价波动时的韧性完全不同。当国际油价处于每桶100美元的高位时，委内瑞拉这种高投入、高维护、高成本的开采模式尚能产生利润，因为高油价掩盖了低效率。然而，当2014年油价暴跌至50美元甚至更低时，沙特凭借个位数美元的开采成本，依然可以赚取巨额利润，而委内瑞拉的许多项目实际上已经跌破了全周期盈亏平衡点。很多人只看到了委内瑞拉储量第一的排名，却忽略了大部分储量在低油价环境下是无效资产或负资产。这就好比一个人拥有一座满山的金矿，但金子都以微量形式嵌在坚硬的花岗岩里，提取一颗金子的成本比金价本身还高，那么这座金山在经济意义上就只是一堆废石。委内瑞拉的悲剧在于，他误把地质储量当成了现实财富。2. 制度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命运。如果说地质条件是老天爷发的牌，那么打牌的方式则完全取决于制度设计。沙特阿美和 PDVSA 不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支柱，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的缩影。这两家公司的历史演变，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成为了全球最高效的能源巨头，而另一个则沦为腐败与低效的代名词。尽管沙特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且王室成员遍布政府各个部门，但沙特阿美长期以来保持着一种奇特的被精心呵护的技术官僚治国色彩。首先是它的防火墙机制，沙特王室虽然从阿美公司抽取巨额利润，但其往往避免直接干预公司的日常运营、技术决策和中层人士任命。阿美公司被允许保留其精英化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深受早期美国合作伙伴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等的影响，
阿美公司内部像是一个国中之国，拥有独立于沙特保守律法之外的社区，雇员享受西式的生活方式和极高的薪酬，这确保了全球顶尖人才的留存。在治理方面，沙特的石油政策由最高石油与矿产事务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虽然由王室高层领导，但包含了大量资深的技术官僚和前阿美公司高管。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沙特王室对公司长期战略的干扰。沙特决策者深知阿美公司是王室生存的经济基础，任何破坏其生产能力的行为都是自杀。此外，最重要的一条是，沙特阿美秉持着在投资优先原则，它始终将产能维护和技术升级放在首位。为了维持高达每日1200万桶的产能，阿美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勘探、注水、增压技术和设施维护。这种对下金蛋的鸡的精心呵护，确保了其资产寿命的延续，使其并未出现严重的自然递减。相比之下，特夫萨是一错再错，其衰落并非始于油价下跌，而是始于一场毁灭性的政治清洗。在1999年查韦斯上台之前，特夫萨曾被誉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一，拥有极高的国际声誉。然而，这种独立性和精英色彩被查韦斯视为对玻利瓦尔革命的威胁。特夫萨的转折点要追溯到2002至2003年的大罢工，当时查韦斯试图打破特夫萨作为国中之国的独立性，任命缺乏经验的政治盟友进入董事会，引发了管理层和工会的激烈反抗，最终导致了长达2个月的全国石油业大罢工。为了重新掌控权力，查韦斯在电视直播中宣布解雇超过18000名特夫萨员工。这不仅仅是解雇普通工人，而是清洗了公司约 40% 的劳动力，包括绝大多数的高级工程师、地质学家、规划师、炼油专家和中高层管理人员。这次大清洗实际上切除了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大脑，被解雇的精英带走了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对复杂油藏的认知和管理经验。他们流亡到加拿大、哥伦比亚或美国，成为了竞争对手的骨干，取而代之的是虽忠诚但技术上不合格的玻利瓦尔革命者。这直接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运营灾难，比如事故率飙升、维护计划被搁置、复杂的改制器因操作不当而损毁。数据表明，正是从这一刻起，特夫萨的生产能力开始与其地质潜力脱钩。在查韦斯时代，特夫萨被彻底剥夺了商业属性，它不再是一家石油公司，而变成了政府的社会发展部和提款机。查韦斯修改了碳氢化合物法，迫使特夫萨将大部分收入直接注入名为国家发展基金的平行预算机构，而不是上缴财政部或用于再投资，且这些资金的使用缺乏透明度。再后来，特夫萨被要求直接管理食品分发网络，工程师甚至被派去卖鸡肉和牛奶。由于资金被抽走用于社会项目，特夫萨长期拖欠国际服务商的款项，这导致服务商在201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撤离或停止服务。没有了这些服务商提供的钻井和维护技术，特夫萨连最基本的维持产量都做不到。所以从两家国有石油公司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出两国的格局。沙特在用赚来的钱升级设备，确保能够持续赚钱；委内瑞拉在用赚来的钱填补财政窟窿和收买选票，导致连抽油机坏了都没钱修。这不仅是杀鸡取卵，更是把鸡直接炖了分给村民吃，最后大家一起饿死。3. 宏观经济的自杀，荷兰病与疯狂的汇率套利。除了石油工业本身的崩溃，委内瑞拉与沙特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巨大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依然富裕，而另一个国家连卫生纸都无法生产。这背后涉及到了汇率管制下的制度性腐败。荷兰病是指一国自然资源出口繁荣，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削弱其他产业竞争力的现象。委内瑞拉就是这一名词的反面教材。随着油价在2000年代的飙升，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的实际汇率也大幅升值。但查韦斯不仅没有像沙特那样通过主权基金对外投资来冲销外汇流入，反而推行高估汇率政策，这使得进口商品极其便宜。对于委内瑞拉农民来说，既然进口巴西的牛肉、美国的玉米和哥伦比亚的大米比自己种要便宜得多，甚至比种子成本还低，那么生产就是一种亏损行为。结果是，委内瑞拉从一个曾经拥有一定农业基础和食品加工业的国家，变成了 96% 的出口收入依赖石油， 70% 以上的食品依赖进口的国家，制造业和农业从此毁于一旦。对比沙特，沙特同样面临荷兰病，但沙特通过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沙特货币局进行海外投资，对冲油价风险，并通过巨额补贴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国内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沙特的2030愿景足以显示其对单一经济风险的认知，并在努力构建非油经济。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令委内瑞拉经济崩溃中最核心也是最荒诞的一个机制——双轨制汇率。2010年，委政府为了有更多进口食品和药品进入本国，设定了一个极低且固定的官方汇率，例如在某时期1美元等于 6.3 玻利瓦尔。然而，在黑市上，由于美元极度稀缺，汇率可能是1美元等于100甚至1000玻利瓦尔，如此一来，这中间就存在极大的套利投机机会，这种瞬间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暴利，勾起了无数人的贪婪之心，有大批权贵阶层成立空壳公司，伪造进口文件，向政府申请官方美元。具体怎么操作？我举个例子，假如你有一个政府高官的朋友，你只需要找个借口，说我要进口100万美元的药品，接着你拿着630万玻利瓦尔，按照 6.3:1的汇率去国库换走100万美元，然后你转身把这100万美元扔到黑市上，按照100:1的汇率兑换，你的630万玻利瓦尔瞬间变成了6300万玻利瓦尔，于是你继续滚雪球，再用空壳公司伪造一个1000万美元的进口大单，用这6300万玻利瓦尔去国库换走1000万美元，一旦美元到手，这些钱就永远留在了海外账户，且根本没有物资进入委内瑞拉。
如此手法反复操作，足以把委内瑞拉的美元储备给掏空。据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前行长在2013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仅在2012年1年就有150至200亿美元通过空格公司从委内瑞拉外汇管理委员会的系统中消失。有分析师估计，在整个管制期间，委内瑞拉可能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石油财富被这种机制窃取。这解释了为什么委内瑞拉赚了那么多钱，国库却是空的，因为钱早已被权贵转移到了国外的私人账户中。相比之下，沙特有足够的缓冲垫，沙特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当油价下跌时，沙特可以动用这些储备来维持社会福利，支付公务员工资，并维持货币与美元的挂钩。这种财政缓冲给了沙特调整的时间，使其能够经受住2014年和2020年的油价暴跌。而委内瑞拉没有建立任何有效的长期主权财富基金，所有的石油收入基本上是现赚现花，甚至通过石油换贷款协议预支了未来几年的收入。当2014年油价暴跌时，委内瑞拉不仅没有储蓄，还背负着巨额债务，且石油产出已经被用来抵债，没有现金收入。社会契约瞬间崩塌，国家无力进口基本的面粉和药物，直接导致了人道主义危机。4. 地缘博弈，石油外交与制裁的观猜定。在分析委内瑞拉的困境时，必须客观评估美国制裁的角色。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必须厘清因果顺序和时间线，既不能全盘归咎于美国，也不能无视美国制裁作为终结者的角色。查韦斯时代，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推行激进的反美外交政策，试图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拉美联盟，其核心工具就是加勒比石油计划。通过该计划，委内瑞拉以极优惠的条件，比如极低首付、长期低息贷款，甚至接受大米、黑豆实物抵债，向古巴、尼加拉瓜、牙买加等加勒比国家提供石油。委内瑞拉每天向古巴输送约5万至10万桶石油，部分作为交换古巴医生、体育教练和情报人员服务的实物支付，部分则是变相的补贴。据估计，这种补贴每年耗费委内瑞拉数十亿美元，这加速了委内瑞拉的经济自杀。从地缘看，这帮助委内瑞拉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赢得了选票和盟友，但从经济上看，这意味着 PDVSA 每天有大量产出是收不到现金的。在油价暴跌，国内极度缺钱的时候，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外交政策加剧了 PDVSA 的现金流枯竭。关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是病因还是催命符，通过时间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的崩溃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内部崩溃。2013至2017年期间，美国虽然对委内瑞拉个别官员实施制裁，但并未针对石油行业。然而，由于前述的管理不善、腐败和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2013年的250万桶跌至2017年的200万桶左右，经济已经进入恶性通胀和物资短缺状态，这证明内因是主导。第二阶段，金融窒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禁止委内瑞拉政府和 PDVSA 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或重组债务，这使得委内瑞拉无法通过发行债还旧债来延缓危机，加剧了违约风险，截断了融资渠道。第三阶段，物理切断。2019年1月，美国对 PDVSA 实施全面制裁，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委内瑞拉原油，更重要的是，禁止向委内瑞拉出口稀释剂石脑油，这是致命的一击。其实客观来看，制裁并非委内瑞拉崩溃的根本原因，但确实是棺材板上的钉子。2019年的制裁精准打击了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物理弱点，这导致产量在2019年后断崖式下跌，一度跌至日产50万桶以下。此外，制裁吓退了即使愿意在风险中投资的国际服务商和银行，使得设备维护彻底停摆，复苏的希望被锁死。与之相对的，沙特通过与美国的石油美元协议，以石油换安全，不仅确保了最大的出口市场，还获得了美国的地缘安全保护和军事装备，这为其经济稳定提供了外部保障。通过对委内瑞拉与沙特的对比，我们得出了一个深刻且具有警示意义的结论：资源不等于财富，在地质基础之上，一个民主高效的管理制度和富有远见的领导班子才是决胜的关键。因为国家的财富在地盘之上，而非地下。当石油变成了政治控制的工具，而非经济发展的燃料时，这个国家的衰败就已经注定。